創世小夫妻，氣頭笑嘻嘻。我是雲流，我是雪人。今天要帶大家開箱廈門伴手禮。大家去廈門的時候，一定會經過中山路、鼓浪嶼，大家會發現到很多閩南式的古早味的伴手禮。今天我們就收集了一些不是最熱門，但是一定會勾起大家回憶的伴手禮。沒想到拍這個影片讓我想起小時候某幾個片段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去尋找老味道。有的時候特地回家鄉，可能吃個滷肉飯，吃個牛肉麵，有時候它味道可能變了，沒那麼好吃，但是他會想起那時候他奮鬥打拼，或者是努力求學、工作、朝九晚五的生活。那這次的伴手禮一共分為3個大類，第一個是傳說中的老字號經典，第二個是閩南式的古早味糕點，第3個是高顏值的新式茶點。說到老字號，有2個是我們私心推薦必買的伴手禮：南普陀寺的樹餅、義蘭中堂餅店的芝麻餅以及綠豆餅。但是因為它是遵循傳統工法，以及它沒有加防腐劑，所以它的效期非常的短。我們在當下就試吃開箱了，所以我們就回到廈門試吃給大家看。我覺得它的價格算便宜，芝麻馅給超多，而是甜而不膩，綿密感不是脆感。它芝麻馅不是甜的，这个還蠻好吃的，皮包馅多，皮也很好吃。你这個吃起來是鬆鬆散散，用入口即化來形容，我覺得是一個很完美的茶點嘞。它的綠豆餡很綿密，細到那個像海灘的沙了。沒有，它已經是泥了，很濃的泥，你看，它已經變成固體了，這樣尖尖的。芝麻的跟綠豆都好吃的，這是在地人才會去買的哦。這種傳統糕餅店，它沒有任何的成分說明。我在買這個當下，其實我突然間心裡一戰，講說，假如我今天是店員，不小心放錯了某一個東西，我是不是就錯塞了？這種傳統的糕餅店呢，我會比建議大家冒這個險帶回到台灣來，你就直接在現場把它吃掉就好。第2間是藏在知名景點南普陀寺的必買樹餅。現場試吃後，我們一致通過，它吃起來用料極度扎實，而且完全不甜膩。最厲害的是，在這麼熱門的景點裡，它的價格真的是佛心來着，高 CP 值，絕對不踩雷。第3間要推薦給所有的麵包控，位在巴士附近的施北特香包，它大得像一顆枕頭一樣。千萬別看它外表樸素，一口咬下，滿嘴的麵香跟 Q 彈扎實的口感，絕對不馬虎。這真的是那種你回到台灣之後，一定還會念念不忘的經典好味道。回到台灣啦，那接下來我們開箱其他的伴手禮。閩南是中國茶都，武夷的岩茶、安溪的鐵觀音以及福州的茉莉花茶，都是閩南地區3大名茶。它的包裝有非常多的顏色，我買的是 AT200， 大家可以看到 AT 跟 XT 它是專門出口的或者是內銷的。它的茶湯比較偏黃褐色，鐵觀音還有分為清香、濃香跟沉香。茶樹的品種、焙火、柔韌的製法，造就成不同鐵觀音它有不同的味道。它會有一個叫做觀音韻，殘留在喉嚨裡面，會有一個韻味。那韻味會有花香、果香味，喝起來還蠻柔和的。因為像我自己喝有的鐵觀音，會有一點點的苦澀味，不過它喝起來還蠻柔和的，韻味不會太重。鐵觀音它厲害在於說，氣泡還會有魚味跟魚香。接下來這個是高顏值的新式茶點，茶脆、茶餅跟草莓牛乳奶糕。送福里在很多各大景點基本上都有分店，所以要買這個伴手禮我覺得不難，但是難在於說好不好吃，其他味道不合。先來開第一個茶脆安加乳它是紐西蘭100%的草飼牛所做出來的奶油，中式的茶味結合了西式的烘焙餅乾的方法，它是用大紅袍入味的，有點像小月餅。外皮口感有是濕潤綿密的，內餡的茶香也很過癮，大紅袍的味道馬上就散發出來，奶油輕輕的點綴，不會說過重，很棒了一點，符合現在人的需求，取得平衡剛剛好，淡淡的奶油外皮香以及中間大紅袍的茶香來點綴。第2個茶脆，它是用福州的茉莉花茶所做出來的茶脆，包裝太簡陋了，簡陋到就是搬過來也是素的，哈哈，這是一個盾牌嗎？這不是進擊巨人？獻出你的心臟，獻出你的心臟。
不過茉莉花香好香，這個已經可以當香水等級的茶點了，好香！我剛才還沒吃，我就覺得好舒服哦。当时我已經直接開吃，太香了。細細品嘗之後啊，我們還是覺得這一款的香精味有一點太重了。香味也蠻香的，辦公室的同事應該都會喜歡。廈門中山路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一間很 fancy 的店，秉持着一個嘗鮮的心態，我們就去買了。有點擔心，因為我怕它就是華爾布斯，它是一個綠皮火車的一個伴手禮店。那為什麼叫綠皮火車？是因為以前中國大陸有一個叫樸樹的列車，就是綠色的，對，有點像是我們台灣早期的那種復古藍色的那種火車，台灣版的群賢者，只是他們中國大陸是綠色的，打開是這樣子，一點小顆的，很像一個小糖果，做的有點像牛軋糖，一口吃啦。这個好吃，介於硬跟軟中間，擔心太妃糖甜度太高，所以有加了一點紅茶的味道，去中和太妃糖的甜味，這樣搭配起來，再加上堅果的香，這個味道很棒哎。廈門的鹹餅，它主要是出海的漁夫以及遠洋打拼的華僑，在海上，它為了要討海生活，所以它加入了一些不容易腐化的食材跟調味。這鹹味的太陽餅，醬蔥味蠻香的。陳皮我也不太習慣，是像太陽餅的顏色，裡面都是陳皮味耶，我覺得好 shock 哦。這個味道有顛覆我對這個餅的感覺。對啊，完全就是你不會想到這個餅是這個味道。這兩個我蠻推的耶，正新興的3個不同口味的糕點。綠豆鹹梅花生，我最好奇的是鹹梅口味，因為從來沒有吃過鹹梅，但是綠豆跟花生我大概能想象，所以我先來試嘗鹹梅的給大家看。又鹹又甜。哇，我很喜歡鹹梅耶。有2種味道交織而成，發展出另外一個屬性。綠豆的綿密帶點沙感，甜度高了一點。我覺得不要一口吃啊，我覺得它分1/4吃，然後配個茶。花生最愛。味道，這個很濃的花生香。一小條，我覺得它威力蠻大的，可以吃很久。嘴口酥，4個月的小孩子，他為了要收眼，所以他會把嘴口酥用銅線串在這個脖子裡面，幫助他收眼。真的是古早味餅乾，很樸實的雞蛋香。但我蠻喜歡這種比較簡單的味道。雪片糕，雪片糕裡面沒有雪，竟然是這樣很薄的一片。我覺得我好像在吃什麼厚紙板。它這個就是拿來配茶的，魚味會在喉嚨慢慢一點點的散發，但它的味道沒有帶太深厚、太醇厚，就是淡淡的甜味了。吃到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感觸，我還是要對廈門的伴手禮給予高分，因為這些零食是我在超市或是去其他國家我吃不到的伴手禮味道，真的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古早味零食。白鹿出品的蛋花酥，是不是有點硬？我可能牙口不好的人不能咬，這個我覺得太硬了。怎麼會這麼硬？要脆不脆，要軟不軟，那感覺就很怪，哈哈，完全名不符實哎。怎麼會這樣？這個達咩這個，不過是香的，那很可惜就是那個口感沒有設計的很好。有沒有人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蛋花酥的真正吃法？吉紅糕，吉的意思啊，它代表是吉祥的吉。所以他在婚慶、節日祭祀多半都會拿這個當貢。有的時候你不是要去找尋這個食物，而是找尋記憶，找尋當初給你吃這口味道的第一個人。歲月啊會流逝，但是記憶跟味覺不會說謊。傳統零食常常叫什麼吉紅糕，但是裡面沒有橘子，裡面沒有太陽，都其實很奇怪、令人匪夷所思的名稱。以前小時候乾媽講會吃到的零食，我必須說真心的話，我們開了非常多世界各國的伴手禮啊，那唯獨這個真的會每一口讓我想到小時候的感覺。我覺得好不好吃很主觀，但是回憶是不會假的，因為你會勾起小時候可能我在四合院大家過節的時候，中間不是有擺很多那種糖果的那種盒子，大家就可以伸手去拿。童年無邪的時候，八珍糕與堅果糕哦，剛好一鹹一甜，鹹的，甜的。对，你的甜的也很不 OK， 对不对？我刚刚吃到是面有难色哎，哈哈。
這個完全不推。 ，sorry，貢糖是拿來進贡的，所以它的食材或是它的制作的方法比較講究。那第二種民間說法，是因為它在制作的時候是要用台語的貢。不過这个包裝真的很符合東方人的習俗，像包紅包啊，或者說你要比較吉祥如意，就用這種完全大紅色的紙的包裝。沒想到是切了3小塊，雖然有點鹹，這時候真的加配茶了，沒敗哦。但是還是有點偏甜啦，外面的那一層稍微的粘牙。風吹餅，碳大雞加滴滴。風吹餅顧名思義就是它把米餅弄得像風可以吹高高、吹遠遠、薄而脆，沒什麼味道，就很淡。這是不是要配八婆婆的燒仙草啊？因為我覺得真的好淡哦。你說這個梔味其實也很淡，它好適合加那花生湯的。魚皮花生真的有魚皮味嗎？它只是因為外表用糖跟麵粉裹在外皮，有點像魚皮的脆感。它其實跟魚肉沒有直接的關係。這個外皮好可愛哦。移居到墨西哥的一個日本人發明的這個魚皮花生，它其實也叫日本花生，傳到閩南地區的時候才改名叫做魚皮花生。能想象得到味道。你知道為什麼？因為是日本人發明的，味道清清淡淡。我們台灣人喜歡吃蒜香加辣椒的，很過癮的那種。但這個花生就是清清淡淡，一點點鹹味而已。你要當下酒菜，我覺得也不是很適合，因為它太清淡了。我記得印象中有看過一些資料顯示，有的人他會有什麼失憶症，治療的方式可以透過視覺、味覺去勾起大腦最深層的記憶。它不是忘記了，而是埋在大腦很最深層的地方。你需要靠其他的方式去勾起它。這些都是我們夫妻自費買來分享給大家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那就下期見，拜拜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